卢森堡是目前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卢森堡地区最早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到凯撒时期，但卢森堡的真正历史被认为始于公元963年。当时的亚尔丁伯爵齐格菲一世以自己的祖传领地的一部分与特里尔圣马克西姆修道院的僧侣们进行了交换，得到了位于阿尔泽特山谷上方岩石路头的土地。齐格菲一世不久后在此地建造了一座小城堡。卢森堡这个名字的含义即为小城堡。后来，位于尼德兰南部的卢森堡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鼎盛时期，卢森堡家族先后有4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君主。亚尔丁爵的后代康拉德更是通过家族关系获封成为卢森堡伯爵。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若干诸侯国的联合，到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后，处在帝国西部边陲的卢森堡伯爵国遭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到15世纪末，卢森堡等低地地区成为了勃艮第公国的领地。1477年，随着勃艮第公国最后一任公爵查理的战死，法兰西王国趁机将勃艮第公国南方的大部分领地收回。因查理没有男性子嗣，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大公通过迎娶查理之女，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剩余北方领土，即包括卢森堡伯爵国在内的尼德兰领土。从此之后，卢森堡就和尼德兰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在哈布斯堡家族获得尼德兰地区后，到了16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又通过联姻控制了西班牙王国。到哈布斯堡王子查理成为西班牙的国王后，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尼德兰地区成为了西班牙的一部分。当时，西班牙王国为了对外宣传天主教和开辟新航路，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而尼德兰发达的工商业给西班牙带来了巨额的税收。尼德兰北方的兴盛刚好赶上16世纪欧洲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但西班牙王室信奉传统的天主教，所以西班牙对尼德兰北方的新教徒采取了迫害政策。1568年，尼德兰爆发反西班牙统治的80年战争，而信仰天主教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尼德兰南方继续处在西班牙控制之下。1618年，德意志南北两派因为宗教冲突爆发了30年战争。英国、法国和独立出来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积极支持德意志北方的新教诸侯。战后，西班牙被迫将尼德兰南部的卢森堡部分地区划归法国管辖。1701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因为没有继承人，法国和奥地利为了争夺哈布斯堡家族地盘而大打出手。1714年，双方举行和谈，法国由此获得了西班牙的王位，奥地利则获得了原属于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尼德兰南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奥地利、普鲁士等国君主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法国。不过，这些国家的干涉行为最终被法国打败。1795年，法国军队占领了尼德兰的全境。法国革命的扩散引发了欧洲各国的恐慌。1815年，欧洲列强在滑铁卢战役胜利后，在奥地利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卢森堡因为处在法国与德国之间，所以普鲁士以防卫为名，强行割占了卢森堡靠近普鲁士的大约24%的领土。作为领地缩减补偿，卢森堡晋升为大公国，并授予其自治权，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以共主联邦的方式并入荷兰联合王国。因此，在荷兰联合王国里，存在尼德兰和卢森堡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荷兰却认为卢森堡是自己下辖的一个省。卢森堡人起初并没有排斥这种做法，但是荷兰的横征暴敛渐渐引发了卢森堡民众的不满，这造成卢森堡响应了日后爆发的比利时革命。比利时独立后，由于卢森堡特殊的战略地位，欧洲列强决定将卢森堡西部的法语区划归给比利时管辖，其领土约占卢森堡面积的2/3。卢森堡剩余讲德语的地区则仍由荷兰管辖。这时，德意志地区也出现了追求独立统一的思潮。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爆发了战争，因战败，以奥地利为主导的德意志邦联就此解体。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战争导致两国从卢森堡撤出了驻军，法国趁此机会想要将尼德兰国王控制的卢森堡领土收入囊中。此时，尼德兰刚好陷入财政危机。于是，1867年，法国国王拿破仑3世
试图从尼德兰国王威廉三世手中购买卢森堡。在卢森堡大公国和德意志联邦其他地区的反对下，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卢森堡危机结束后，荷兰联合王国国王仍以卢森堡大公的身份保持卢森堡元首的地位。1890年，荷兰国王威廉三世逝世后，荷兰王位传给威廉的女儿威廉明娜，但依据1783年的拿骚家族条约，拿骚家族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只有在王朝无男性后代的状况下，才能由女性继承。因此，来自德国的男性继承人阿道夫一世获得了卢森堡王位，卢森堡和荷兰之间的联合就此结束。为了与德国保持距离，法语成为卢森堡官方语言。面对如此强烈的亲法国倾向，一位辞职的德国外交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指出，这个小国与德国缔结了权益婚姻，但与法国却保持着浪漫的关系。到阿道夫一世长孙玛丽一世即位时，恰逢一战爆发。卢森堡人大多反对德国，可玛丽一世却跟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君主威廉二世关系密切。因他过度插手朝政，在一战结束后，他在卢森堡人的压力下被迫退位。其后，他的妹妹夏洛特一世成为了卢森堡新任君主。经历了20年代的复苏后，1930年代的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卢森堡也未能幸免。但在大公国，失业率仍然相对较低，因为裁员主要影响的是没有工作、被迫返回原籍国的移民工人。到二战期间，卢森堡的永久中立国身份再次受到挑战。位于伦敦的卢森堡流亡政府为了支援同盟国，派遣了一支自愿队伍参加了诺曼底战役。在连续遭到敌国入侵的情况下，卢森堡大公国于1948年宣布结束其永久中立国身份。从此以后，卢森堡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二战结束后，由于卢森堡经济过度依赖钢铁行业，卢森堡自1974年以来就遭受了钢铁行业结构性危机的沉重打击。1974年至1992年间，卢森堡钢铁产量下降了50%以上，钢铁行业的劳动力减少了2/3。正是认识到危机，卢森堡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产业多元化政策，最终第三产业取代钢铁工业，成为卢森堡经济的支柱。卢森堡的税率设计对某些行业非常友好，比如经营范围不在当地进行的商业行为是不需要缴税的，也就可以合法避税。在综合优势作用下，卢森堡成了欧洲法院、欧洲议会秘书处、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投资基金的总部所在地。卢森堡的私人银行市场极为发达，人均银行数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年底，卢森堡拥有127家银行，其中外国银行占78%。卢森堡的银行业总资产达到8150.54亿欧元，约是卢森堡经济总量的11倍。卢森堡的债券市场同样享有盛誉，全球最大的多边贷款方发行的债券就在卢森堡证交所上市。卢森堡证交所被认为是欧洲债券的晴雨表。卢森堡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它的基金业。卢森堡是世界第一大跨境基金分配中心，世界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卢森堡的影视媒体行业同样不可忽视，欧洲最大的广播电视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卫星运营公司总部就位于卢森堡。此外，总部设在卢森堡的安塞勒米塔尔公司是世界第一大钢铁集团，它的钢铁年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0%。